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每次世博会一座座华丽的展馆拔地而起，可是有一个小红点总能在人群中脱颖而出，吸引所有人的目光。在2025年大阪世博会的热烈氛围中，新加坡馆又一次成为焦点。可问题是，新加坡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小红点凭什么赢得大家的掌声？对新加坡来说，世博会不是看热闹，而是做布局。它是展示国家思维、外交理念与创新精神的舞台。在这个全球竞争激烈的舞台上，想趁讲洲争剑，新加坡没有比拼规模，而是用极具辨识度的理念输出，告诉世界一个核心信息：小国也能定义未来。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新加坡究竟凭什么总能在世博会上脱颖而出。世博会的竞争从来不是谁的馆更大，而是谁的故事更动人。新加坡深知这一点，它的展馆常常以小博大，通过高度浓缩的叙事结构，让每个细节都服务于一个主题。在大阪世博会上，新加坡馆延续了3个一贯特色。第一，小而精的空间叙事，每一寸展区都经过精密规划，用有限的面积展现城市生态的全景思维。第二，科技与人性的融合，不同于冷冰冰的技术展示，新加坡的科技始终围绕人，让城市更宜居、更绿色。第三，参与式体验，观众不仅在看，更在感受如何用数据管理交通，如何用 AI 优化能源，如何在有限空间里提升幸福感。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典型的新加坡式叙事，用精准和温度讲述一个高密度国家的未来生活方式。这正是新加坡的软实力核心，效率中见温度，理性中有情感。新加坡从不靠自然资源取胜，它把城市本身当成最好的展品。在世博会舞台上，新加坡展出的从来不是建筑模型，而是一个真实运行中的国家系统。它告诉世界，当一个国家土地有限、人口紧凑，仍能实现高质量生活、绿色转型与科技治理，那就是可复制的未来模式。比如新加坡展示的智慧城市网络、绿色建筑系统，其实都是在传递一种理念：城市是生命体，治理是科学，更是艺术。这种展示方式让新加坡不只是一个国家，更像一个未来城市实验室。从水资源管理到能源循环，再到公共交通优化，新加坡用实证成果展示自己的治理能力，也让国际社会对它充满信任。这就是小红点真正的底气所在。即便面积小，也能以系统化思维输出可供世界借鉴的解决方案。世博会对大国是展示实力的秀场，对新加坡而言却是一场隐形的外交行动。它不仅仅在宣传国家形象，更在建立信任，塑造话语权。第一，新加坡借助未来城市主题，继续强化自己在东南亚的治理标杆地位。它告诉区域国家，高效与绿色可以并存，创新与稳定可以共赢。第二，世博会同时是商业对接场，新加坡通过展示可持续科技与设计方案，为本土企业开辟全球市场，这是一种经济外交。第三，它还在重塑国家形象，从效率国家向关怀型创新国家转型。过去世界眼中的新加坡是精准管理、运作高效，而如今它更希望被看到为一个兼具人文温度与未来想象力的城市国家。这正是软实力的最高境界，让别人愿意向你学习，而不是模仿你。世博会对日本来说是一场复兴试炼，但对新加坡而言却是一场外交布局。当别的国家用巨型展馆展示雄心，新加坡用小巧展区传递智慧。当别人强调科技实力，他强调科技背后的人性关怀。当别人谈未来梦想，他已经在现实中验证这些梦想的可行性。在一个追求更大更强的世界，新加坡用更精更智定义了另一种成功。
这正是小红点长期以来能被世界记住的原因。当我们在大阪世博会看到那个小而发光的新加坡馆，看到的不只是展览，而是一种国家哲学，用有限的资源讲出无限的未来。世博会终将闭幕，但每个国家在这里留下的印记却会持续影响着未来的世界。那么你怎么看？你觉得新加坡外交智慧带给你怎样的启示？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请为我们点赞、转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